之前顶过瓜，现在可以顶什么？可以顶榴莲。有请我们的老演员，你就说能不能装吧。2025年东风日产表现确实亮眼 ，N7 和 N6 上市之后，销量和口碑非常的大，尤其是 N7 在中大型轿车的 NPS 净推荐值排名里面拿到了第1，这个含金量很高了，说明大家不光对这台车的产品力高度认可，而且呢还愿意推荐给身边的人，这也打破了很多人对合资品牌转身慢的固有印象。之前的 N7 和 N6 都是轿车，那一向擅长做舒适家用车的日产，在 SUV 上会表现如何呢？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东风日产2026年最重磅的产品——最新中大型 SUV NX8。整体的外观是很平顺的，采用的是隐藏式水切，无缝一体，看起来非常流畅。这样的设计呢，我个人也觉得会更耐看一些。这台车的长宽高我就打在了这里，轴距达到了2917毫米，在这个级别里面体量感是非常足的。外观颜色呢，我们这一台是主推紫色，源自大自然的灵感的配色，看着非常的柔和有质感，不像那种很太跳脱的颜色，是一种很耐看的高级灰的调性。内饰有2种颜色选择，橙雾米非常的温馨和柔和，灭黑其实带点紫，更偏向静谧和沉稳一些。前脸部分虽然说从轿车变成了 SUV， 但依旧是非常熟悉的家族式设计语言。这条贯穿式的星环灯视觉效果非常舒展，黑暗当中的辨识度也挺高的，晚上接送孩子的时候一下就能认得出来是自己家的车。它和 N6、N7 一样，走的是这种极简至美的路线，没有过多复杂的线条，给人的感觉就是干净耐看。这种设计我觉得放在家庭用车上，它的得体感和科技感的比例拿捏得刚刚好。来到车尾有2款尾灯，第一款呢叫做星河回音，点亮之后光线会像涟漪一样层层晕开。第二款呢，开 N7 的朋友们应该比较的眼熟，但是呢不同的是可以设置灯语，非常有辨识度，也给这台大车增加了一些精致感。但这款呢是选装的。打开后备箱，之前 N7 的后备箱纵深就很深，非常能装。来到 SUV 也是延续了这个优良基因，得益于车身尺寸的优势，这里的装载空间就更可观了。后备箱508升的同时，还有73升的下沉空间。那这次前备箱也安排上了，有95升，有一点小缺点啊，就是不是很好关。但是从储存空间来说，你就说能不能装吧。坐进车内，整体的氛围是非常温馨的。这个氛围的工程呢，我觉得第一源自于它的光影设计，依旧是采用了见光不见灯，视觉上呢非常的柔和和高级，营造出了一种暖暖的居家氛围。第二呢，来自于圆润的设计，视野所见，人所接触到的都是圆润的触感和视觉的享受，对于小孩和老人来说也更加的友好。再一眼能看见的是，比起之前 N6、N7 的单屏幕，它配备了一个15.6英寸的双联屏，加上了一个60英寸的 AR HUD 的台显，信息交互获取的方式更加方便直观了。中控台这边50瓦的风冷快充，后面有一个中央扶手箱，其实是一个冷暖冰箱啊，相较于 N7 的升级是2侧都能打开了。里面的容积呢是6.33升，它还有 AI 可以提醒你里面是不是有遗漏。温度调节方面，它支持最低-6度到最高55度。有孩子的家庭，大夏天，比如说给孩子带个冰棍，冬天给孩子送饭怕冷，或者说温个奶都非常方便，实用性是很高的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椅子的材质是凝脂材质，耐磨的同时，就算不小心在车里面吃东西洒了，它也会更抗污一些。那作为一台主打舒适的 SUV， 空间表现自然是重点。大家看我坐在驾驶位，头部空间是非常宽裕的。当然呢，光说不行，这边我稍微往上调整一下啊。之前顶过瓜，现在可以顶什么？可以顶榴莲。这个空间都是
绰绰有余的。除了空间大，提到舒适，别忘了我们东风日产是知名沙发厂，主驾驶升级到了 AI 零压云弹座椅 2.0， 之前的 1.0 坐起来就已经很舒服了，但这一代升级到了53个传感器，比 N7 要多4个。这些传感器能够根据你的体型更加精准地计算出最适合的压力值。副驾这边零重力座椅安排上了，去托举你的腰部和臀部，提供更加精准的支撑。这种舒适不是单纯的软，而是有科学依据的支撑感。来到2排，我们还是来看空间，有请我们的老演员。然后腿部这里呢，也是能够放一个3折叠的。这台 N8的后排座椅的调节角度支持最大到133度。你看调教到这个最大姿势之后，基本上就是一个半躺的姿态，在长途出行的时候，家人也能得到一个很好的休息。智能化方面也是重头戏，这台车搭载了日产最新的尼桑 OS 系统，有讯飞星火大模型加 DeepSeek R1 深度推理大模型。智能座舱搭载的是高通 8295P 的座舱芯片，实际体验下来，小尼确实更聪明了。首先呢，就是家庭用车，爸爸妈妈的驾驶习惯肯定不是完全一样的，那它车内最高能够记录6个人的用车习惯，通过面部识别来智能调整，还挺省心的。之前我看 N7 的时候，它的空调的制冷能力非常好，以至于夏天看甚至还有一些冻手。那在 N7 上不是很好调整，但现在在 NX8 里面，你只需要跟他说：“你好，小尼，在呢。避开我的面部吹风。”主驾空调电动出风口调成闭脸吹了。就像这样一样，不需要那些死板的指令，像和朋友聊天一样，他就能够听懂并执行。这种低门槛的交互体验，对于家里的老人和孩子用起来说，学习成本很低，用起来没有什么负担。这里还有个功能非常值得一提，就是新升级的宠物模式。如果说你养了宠物，开启这个模式之后，空调会自动维持到适宜的温度。你可以通过手机远程来看车内的情况，甚至如果说宠物有异常的吠叫，系统也会提醒你。这对于养宠家庭来说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加分项。其他值得关注的是，它将搭载宁德时代的电池，还有800伏平台加上5C 快充。智能驾驶方面呢，它搭载的是 Momenta R6的大模型，是辅助驾驶里面第一梯队了。动力方面，它有纯电和增程双动力。总的来说，看完这台东风日产 NX8， 能够感受到它在延续日产本身做家用轿车优秀基因的同时，针对家庭 SUV 的使用场景做了非常多的针对性的升级。参考之前 N7 和 N6 非常有诚意的价格，如果你计划在2026年入手一台品质可靠、舒适配置丰富且性价比高的家用 SUV， 这台东风日产 NX8 绝对值得关注。